雷家一门4子，今天只剩下千虎一人独当。谁说只他一个？唐老太爷，你这么一大把岁数了，难道还放不下雷家堡和唐门仇怨吗？雷轰，你可知道，我年轻时曾在当时的老爷子面前说过一句话，我说我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天下一唐。何为天下一唐？天下一唐的这个唐，也可以是蜀中唐门的唐。我听出老太爷的意思了。唐门这次来，不是来寻仇的，你们是来灭门的。跳！沙漠剑为何突然要走了？难道是他感觉到师傅的剑意了？师傅为什么要换走他？难道真的晚了？请你10殿轮番走，安能留魂在人间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给我看好喽！雷千虎，原来你的伤早已经深入血脉，你刚刚只是在硬撑。硬撑，破船还有3000钉呢。是云梦低估他了。你已受伤，先行离去，这里交给我。是。住手！九天引雷，云中之鹤。可惜，你来的太晚了，你的兄弟已经是个死人了。站住！千虎，走。千虎，刚刚强行运转了五雷天罡拳的第9种。你疯了！你怎么使出那种自杀的拳术啊？你们要听好了，我雷家有3门绝技，你们可以分别选择一门来主修。这第1门，雷家无风拳。哇，好厉害！第2门，惊雷指。哇！第3门，会不会是最厉害的？应该会。五雷天罡拳。啊，这算什么呀？好强！这五雷天罡拳是我雷家绝技中威力最大的，只是这拳伤人亦伤己。第9重名为灭天，灭的不仅仅是天，更是你们自己。雷门生死之际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何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别说话了，雷轰，快给阿虎疗伤。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的雷门总管，雷天很听令，
天何在？雷门第19代门主，将门主之位，传师兄雷轰，待退敌之后，入雷门祠堂，行3项六镇之礼，任第20代门主。天恒遵命。门主，门主，你们要听好了，轰哥，再练5年，我们就去闯荡江湖吧。5年？不行，太久了。3年，3年后就去，一言为定。那我呢？你们怎么自己立约，不带我？千虎，我和轰哥去闯荡江湖，就是要在江湖上打响我们雷门的名头。可是如果我和轰哥在外面有什么不测，那雷门怎么办？所以你要在我和轰哥不在的时候守护雷家。好，哥，那我等着你们扬名江湖的消息。我会守护雷家的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周天引雷术，大家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内力？万树飞花，雷门双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但想要同时对抗这么多高手，也只有一个死字。我们说，不死！胡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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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来晚了。唐莲，你是要与师门为敌吗？老太爷，此事之后，唐门的法我认，但我心中的道，我当守。研魔掌，那想必这位就是暗河大家长苏昌河了吧？倒是有几分见识。那么，我猜你是……劳烦这2位雷门前辈，就拜托你们拖住这位大家长苏昌河，我们对付唐老太爷。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们的爷爷了，与你们这些人动手，我老人家还真是有点不堪呐。不堪？前辈和晚辈动手，就算是不堪吗？我倒不这么觉得。本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年纪大，不代表道理就大。你们勾结暗河，偷袭雷家堡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堪。哟，刘杰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了？情之所至，性之所起。那便来。
唐老太爷有近70年的内功修为，真气护体控制住了化气，雷无杰伤不到他。唐门有一暗器，专门可破护体真气。唐莲一怒，可敢一战唐门老太爷？雷无杰，拼尽全力，我相信你。萧瑟，我若用出那招，10招之内我便会不省人事。那便撑上10招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虽然你总是骗我。小小年纪竟能入得了那逍遥天境，天仙所传，至龙云烟。世间所有的兵器，全都是活的，它们都有生命，都有灵魂，能跟它的主人心意相通。你看好了，风可以很温柔，但也可以凛冽如刀割。此枪为枪仙所传，名破凤。萧瑟，我接了13招，送了你3招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天洛，师姐，萧瑟，你走。秦天剑的刀法，有意思。老太爷，回头吧。唐莲，你很好，现在敢与我动手了，只不过这个程度还不够。老太爷，我求你，回头吧。回头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带他们走。只因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，所以在我倒下之前，你们一个都不能死。大师兄，快退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现在可否算倒下了？还不够。既然不够，那就对我出招吧。我不会再用唐门暗器。你这是要彻底摆脱唐门，加入雪月城吗？我刚才对老太爷使用了一招唐门暗器，心中有愧。我没有资格再用唐门暗器。既知有愧，为何不退？守我心中之道。萧瑟，萧瑟，你快走！
但你不能。走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大师兄！无极棍。若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司空千里，一个叶若依，一个唐明，一个雷无极。所以今天谁都不能死。小瑟，你还真是个高手。是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不会武功，骗你。但是你们高手为什么每次不早点出来呢？一定要看我们都倒下来，才出来逞英雄。对不住了，小寒火。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它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前功尽弃，性命危险。我应该早点站出来做个英雄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小瑟竟能直通逍遥天境。这便是所谓的美丽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三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老太爷，你这小子，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小瑟，小瑟，小瑟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小瑟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。在这儿等我，
怎么又追来了？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啊！哦，战天兄的轻功还是这么快啊！看来你是想护住他们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打算杀他们。都怪我那傻徒儿，想让我给唐门带个话。看起来我应该是来晚了。罢了，这一切都是定数。这帮孩子要是得不到医治的话，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但这李寒一他……就交给雷轰吧，还有劳如剑仙带他们下去疗伤。好。寒一，不要追了，寒一！你们败了。前辈，请莫着急。你又是谁？晚辈唐门唐泽，这次随老太爷前来赴宴，我有个交易，想与前辈讨论。交易？你有什么资格与我做交易？不知这满厅宾客的性命，可否算作资格？你什么意思？晚辈不才，可解这暗河的毒药。如果我偏就不呢？你信不信？你连自己的死都没有察觉到，你身上的药就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可如果我有的不是解药，而是见血封喉的毒药呢？或者说，其中有一些是解药，有一些是毒药呢？若你们一瓶一瓶、一粒一粒的去查，恐怕人也早该死去一半了。此次的事情跟唐门并没有关系。暗河潜入英雄宴，下毒谋害天下英雄，而唐门及雷家堡几位高手并未中毒，最终击退了暗河杀手。唐老太爷战死于此。厚颜无耻！确实厚颜无耻。好，前辈明智。但是这笔账，雷门一定会找唐门算，世世代代死亦不休。唐泽记下了。大剑今日竟有空闲到老道这里做客，真是难得呀。国师啊，有10几年未出天启城一步了吧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让国师亲自去啊？一个故人的约定罢了。对了，国师啊，我听闻5日前陛下回都之后，曾来过青天剑一趟。而在这之前，金衣蓝月侯就出城而去了。哦，大剑原来是为了这个，未免铺垫的过多了。好，那锦轩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。陛下突然宣布要立储君，按照北离律例，这皇位传承会分成2个卷轴，一个给5大剑明达圣意，另外一份要给青天剑名传天道。只有2份卷轴上的名字一致，这储君之位啊才会承认。可锦轩并未收到那份卷轴，这心里不安呐，所以才冒昧求问国师。不知国师可曾收到那份卷轴啊？不曾。那可曾问过国师？问过。那国师可否给出自己的答案？我说过，天道只是一个可能性。老道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真正做决定的还是圣上。百可定国，赤可开疆。荣获在野，天下难安。国师只说了这16个字，这真是国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今日散朝之后，共有13位大臣前去拜会青天剑，可是都被国师拒之门外了。哎，只有锦轩大剑前去的时候，国师见了他。
龙贤，你说一下，这16个字，你如何理解？前8个字很好理解，白王萧崇是守国之君，大概是因为他性格沉稳，做事冷静。赤王您是开疆之君，说明勇武可嘉，以后对阵男爵，需要您这样可做帅才的皇帝。可这后8个字又是变数，有了这后8个字，好像前面8个字都白说了。不仅前面8个字，其实这16个字都是白说。这16个字不像是一句建议，从国师口中说出，更像是一句箴言。定什么国，开什么疆。真龙只有一条，天子只有一位。得胜者立于高台，其余的匍匐于台下，血流成河。一代又一代，一朝又一朝，星辰日夜变换，朝代交替更迭。唯独这件事，亘古未变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有人吗？别叫了，再叫伤口就裂开了。师叔，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想用业火镜？没死都算走运了。师叔，雷家堡至此。放心吧，雷家堡内的弟子都没有什么大碍，毒也都解了。看似这么惨烈的一场英雄宴，也就只死了2个人。虎爷和唐门老太爷，足以让整个江湖都震动的2个人。此事之后，江湖的格局就要变了。都怪我就应该早点来的。别太伤心了，他这么多年一直受寒毒所扰，如今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对了，我姐找到了。没有他的消息传来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去了能有什么用？可是他现在很危险。就交给你师傅吧。你要是好些了，可以去看看你那位朋友，他的情况有些不妙。萧瑟，怎么样了？如剑轩和吴昕在帮萧瑟一同运气疗伤，已经进去有些时候了。前辈，萧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萧瑟隐脉本来就受损，此番强行运功已经伤及到根本。我们2人用尽了全力，也只能暂时压住他的伤势，最多再能撑1、2日。那谁能救他？你师父齐天辰可以，但是他已经回到天启城了。药王辛百草也可以，可是他的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辛百草的徒弟行不行？你父亲？不是，剑心冢里还有个徒弟，剑心冢离这里不远。我可以让师叔仙鹤传书，半日可到。怕是来不及，我再尽力一试。来得及，我们还有3日完。3日完？玄剑仙下山一事为何没有传到雪夜城？
唐莲求救雪月城的信又为何现在才到？莫急莫急，至少这几个孩子已经平安无事了。韩义那边也有雷轰去追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如何不急？玄剑仙身死，雪月剑仙被逼疯，雷门遭围剿，唐老太爷和雷仙虎全都死了，而我雪月城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，还是靠着雷云鹤的仙鹤传书。我雪月城朱颖号称江湖情报组织第一，难道是吃干饭的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听他细说。说，近几日，所有派去打探消息回来的朱颖，全都被拦截了，有的被抓了，有的被杀了，好像是有人故意要封锁雪月城的消息。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封住雪月城？最少有上百高手。到底是什么人，可以调动这么多高手？不行，我得去寻他们。不可，已经有2位城主不在了，你若再去，无双城那边怕有异动。暗河偷袭了英雄宴，萧公子为保天下英雄，强行运功，如今身受重伤，随时有性命危险。司空姑娘已经给萧公子喂了3日丸，还请华景姑娘速前往雷家堡。什么？她服了3日丸？怎么了？那3日丸可以激起一个人所有的生命力，所以无论受了多重的伤，都可续命3日。但3日之后若还是治不好的话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了。那你就更应该速前去了。这样，你骑我的紫流驹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嘿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雷无节，你过来喝口水吧。不用。你也在这守了1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的身子也没比萧瑟好多少。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。真的没关系吗？你是在关心我？看来真的是好的差不多了。反正死不了。你说话可真有意思。那个若依姑娘，要不你先回去歇息吧，我在这儿呢。明天一大早，你跟千乐来替我就好了。好。哎。雷无节，啊，前辈，你还记得当时在雪月城我送你什么礼物了吗？啊，记得，晚来雪。那你看了吗？没看。难怪你和女生谈话还是这般声色稚嫩。我谢轩送人东西啊，从来都是对症下药的。你不要以为《晚来雪》这本书在街面随处可以买到而轻视它。但是它对你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哼，不开窍，不开窍啊！啊？难道我真的该去看看？你们说这暗河多年来，也就是暗中做一些取财杀人的勾当，可怎么就敢偷袭这英雄宴呢？难不成要与这天下英雄为敌？这一次啊，就是冲着雪月城和雷家堡还有唐门来的。我们啊，都是被无辜牵连的。啊，军爷，军爷，这是。想必诸位是从雷家堡回来的吧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。没什么好问的。大胆！你可知我们将军是何人？退下！莫与北离军作对。参见大将军！都给我跪下！参见大将军！
阁主不必多礼，快请起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问一问几个问题。大将军但问无妨，陆臣必定知无不言。坐。此次暗河偷袭英雄宴，伤亡如何？雷家堡雷千虎与唐门唐老太爷均已战死，不过却保全了现场其余人的性命。至于暗河，死伤未知，现场并未留下尸首。雪月城此次派出了许多年轻的弟子，他们赴宴来晚，正好赶上大战。不过陆臣并未见到他们。为何？据说他们当时在此战中都身受重伤，还有几个昏迷了过去，此刻正在雷家堡中接受救治。不过陆臣也只是听人传言，并未亲眼所见。好个暗河！若我闺女真出了什么事，我就是踏遍整个北离，我都要杀光他们。乖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前面还有几十里就是雷家堡了。乖。他跑不动了，再跑就要累死了。那怎么办？你那么着急去雷家堡做什么？我要去雷家堡救治病人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来，客官，您的马。你把你的马给我，卖给我好不好？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我给你银子。等我到了雷家堡，我再差人把马给你送回来，行吗？不用那么复杂，我们一起去便是了。小二，哎，照顾好这位姑娘的马。得嘞。雷兄弟，雷兄弟，都天亮了，我没睡，我就刚刚才睡着的。雷无极，知道你累了，赶紧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。师兄，无极师兄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们雷家堡都围起来了。官兵？吾等敬重雷家堡，不愿冒犯，但若雷门门主再不外出迎接，就休怪吾等无礼了。想闯我雷家堡，得先过得了我这关再说。这位小友受了伤，却还如此英勇。你谁啊？问得好。我的名字都写在我背后的这把刀上。小友，你手上的这柄剑，应该是天下第4名剑——心剑。哼，亏你还认识。怎么？是不是怕了呀？你手上用着新月姐姐的剑，但这憨劲儿倒是和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怎么会认识我父母？哎，何止认识？来，让我试试你的剑法，看看你小子有没有你父母当年的风采。他受了重伤还未好，若是由你来试他的剑法，怕是会要了他的命。太长了。叶将军这么大架势，怕是要拆了我雷家堡。师叔，他是谁啊？他是你阿爹最好的兄弟，如今的北离中军大将军叶孝英。人屠叶孝英。人屠叶孝英。
岳大将军，什么风把你从天启刮到这儿来了？哼，贺兄，你以为我想来你们雷家堡啊？啊？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和你们扯上关系，可是我女儿好似在你们这儿，那你说我该不该来啊？阿爹。闺女，没受重伤吧？那就好。她是叶小英的女儿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喜欢她？闺女，你在雪月城说的那个人，现在如何？主和身受重伤，正在堡内疗伤，能否得救，就看今天了。你们遭遇了一路追杀，我送回将军府的情报被泄露出去了，是我大意了。哎，无需自责。走。小子，我刚才就是想试探一下你，毕竟是故人之子。不过你没让我失望。话说起来，你刚出生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呢。见过师叔。好，走。叶小英此时前来，绝不是看女儿那么简单，她是冲着里面躺着的那位来的。啊？师伯的意思是？他带这么多人前来，到时候只要他一声令下，这些人闯进雷家堡抢人，我们根本拦不住。我拦得住。萧瑟，萧瑟，我不开门，都别进来。刘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想看看萧瑟有没有事。这还是吴昕第一次对我这样。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呀？这便是回光返照，连功力都比平时涨了不少。这应该就是3日丸的代价。他现在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会在瞬间涌出，这股力量能在1炷香之内所向无敌。但是1炷香之后，他就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剩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先制住他，随后打通他的隐脉，卸掉他所有的真气。此后，他将终身不能习武，甚至连走路都成困难。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办法。终身不能习武。我希望他不要怪我。罢了，我也曾化去一身功力，却得了大自在。继续吧。住手！你们都让开！你就是那个小神医吗？我曾见过唐莲的一手万术飞花，可真心不如你。凡里双白花，这是极其稀有的草药。你们2个功力如何？勉强，还行。生死关头容不得还行，请你们再回答我一次。北离前世，玉爱第一。很好，我希望你们助我将他的内力逼回隐脉之中。之前我们便是这么做的，只是刚把内力压制下去，马上又会窜起来。这一次我会封住他的隐脉，你们要做的只是将他的真气再次逼回隐脉之中。我还有9枚印阵，足够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
那个，敢问阁下是何人？是剑仙中的人吗？不是，只是个路人罢了。碰巧里面那位妹妹赶路，但马又跑不动了，我顺便把她送过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来，算是我们的恩人了。多谢。啊，别客气。我说侯爷，我还坐这儿呢，别演戏了。大将军，哟，这位是侄女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可真像她娘亲呢。见过蓝月侯。金溪蓝月侯，你认得？我也只是听说过名字。他是当今圣上年纪最小的弟弟。啊？大将军怎么会在此地啊？我这个女儿不听话呀，明明身体不好，还老往危险的地方去。没办法，只好过来抓她回去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将军是来抓女儿。这抓女儿，需要带着声势浩大的叶子营吗？那个，打断一下，你们一个侯爷和一个大将军，你们俩在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还不知道里面躺的那位是谁吧？我知道啊，我朋友萧瑟嘛。萧瑟，他是永安王萧楚河。永安王萧楚河。就是那个在殿前替琅琊王争辩的永安王，就是那个17岁就逍遥天境的绝世之才。师姐，他们说萧瑟就是永安王。原来阿爹说的守护，居然是这个意思。萧瑟就是萧楚河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永安王就是萧瑟。哇！师姐，师姐。啊！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难道不激动兴奋吗？小兄弟，你为何如此兴奋啊？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我当然激动兴奋了。师姐，你赶紧去告诉大师兄这个激动的消息，快去！大师兄，大师兄。你怎么醒了也不过来？毕竟是唐门导致这一切的，我身为唐门弟子，实在是心中有愧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大师兄，原来萧瑟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没想到，真的是这样。你早就知道了？这只不过是个猜测罢了。现在来了什么将军、侯爷，看这架势是要把他给带走。侯爷，我们走。哎，无心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！你看我皱什么眉啊？觉得我长得比你好看，不开心了？果然是个俊美的少年郎，和我的一位故人颇有几分相似。我爹叶鼎之，你可认得？叶鼎之，久闻大名，但未曾见过。无心，萧瑟怎么样了？你们可真是捡到宝了！里面那个小姑娘，她真是个神医啊，没用几针，就将萧瑟的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不过那个小神医的脾气可不太好，你们跟她说话可得小心一点。那就好，我进去看一眼。我也要去看看我的侄儿。过此见者，杀！刚才忘了问这位小兄弟的身份了。
你是何人？为何不让我们过去？青龙，天启4守护，列东方位。青龙，你是李新月什么人？家父雷梦莎，家母李新月，家姐李寒衣。原来如此。刘姐，他们也只是想看看萧瑟的伤势，如果有什么，等萧瑟。佐伊姑娘，恕我不能让开。贤侄，你是头的儿子，我自然会护你周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但是里面这个人身份特殊，我是一定要带他走的。叶小英，你想违抗圣上的旨意吗？圣上的旨意？那这么说，侯爷身上有陛下的圣旨了？那还请给孝英一阅。叶孝英，你好大的胆！是人话我人土。你说我胆子大不大？大师兄，这位小兄弟又是何人？玄武，天启4守护，列北方位。你是唐连月的弟子？唐门唐连月，雪月城百里东军座下弟子唐连。见过蓝月后。这位小姑娘，你是什么守护呢？一定是要什么守护才行。事关萧瑟，我就是站在这儿。你是枪仙的女儿？朱雀，天启4守护，列南方位。那便再算我一个吧。那日，你们也是这般站在我面前，今日，便换我来守护你们。好啊，少年英气，我也是多年未见过。里面那位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，因为我受人之托。住手！我的病人还没痊愈，你们就要来抢人？好啊，你们抢啊，抢啊！抢走了拉倒。你信不信？走3天就能给你死在路上。那好办，我连你一起抢走。你把我带走了也没用，我治不好。什么？小神医，说仔细点。方才我看你已将伤势压下去了，可又出了什么别的变故？萧瑟的伤势确实稳住了，但我也只能做到这里了。那怎么才能彻底治好他？海外仙山，蓬莱之岛，一世仙人，捕魂之术。谢先生说的这些，恐怕都是书上所说的无稽之谈吧？就算蓬莱仙岛真的存在，谁又去过呢？楚河只有现在跟我回天启，才能保住一命。连师傅都治不好的病，这天下又有谁能够治好呢？国师，齐天辰。齐天辰或许能够做到，但是以萧瑟目前的状况，踏入天启，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哼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让他死在这里啊？有我保护楚河，在天启，谁敢加害于他？当年谁能害他，这一次也能。海外仙山并不是无稽之谈，有人去过那里。谁？百里东君。师傅他去过海外仙山？他去过。就在他第2次去的时候，功力尽失。但是他回来之后，大战叶鼎之，逼退了整个魔教。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现在以他的身体状况，你告诉我，他还能撑多久？我要去。萧瑟，你吵什么抢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还没出海就已经死了。皇叔，我要治好尹脉。治好尹脉，丢了性命又有何用？
国师是治不好你的眼脉，但他能保你下半生无忧，还是能做到的。然后呢？像个废人一样度过一生吗？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要去试试。没人拦得住我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皇叔陪你去。不就是去趟海外小岛吗？从东极出发，用不了半个月就能到达三蛇岛。皇叔，怎么？叶将军，六皇子有何吩咐？还请二位速回天齐。我这回出来，是奉你父皇之命，必须把你带回去，不然我没法交差。皇叔，请看我的手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这双手曾于沙场之上斩杀敌将，也曾于庙堂之上怒斥龙吟。可现在这双手，连握紧一根棍子的力气都没有。皇叔，你认识的萧楚河会这样度过一生吗？这皇叔也想帮你，但皇叔1年之后，此时此刻，不管我伤是否痊愈，不管我是否活着，到时候我会在雪月城等着各位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一定跟你们回去。好，如果是换做别人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但是你萧楚河说的话都能做到，1年之约，雪月城相见。萧瑟定遵守诺言。萧瑟，好名字，但我更期待你以萧楚河的身份出现。楚河，那一日，我会率领你父皇的1000虎贲狼，高举着我们萧家那金色的神鸟大风旗，在雪月城下高呼你的名字。记住，你是我们萧氏的6皇子，北离的永安王，你的家永远在天齐。六皇子，那就等你回来。叶将军慢走。若依，既然3城主看你的病那么久，也没有好的方法，那咱们还是找国师想想办法。走。若依，听话。我觉得你有戏。真的？真的。他走的时候就看了2个人，一个是萧瑟，那是旧相识；还有个是你，那是新欢。你一个修行之人，你懂什么呀？对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我们好久没在一块了。我身份特殊，陪着你们的话，总让人觉得我是心怀不轨。啊？只怕还没有出海，就被千军万马给拦住了。虽然我是正义又善良，正义又善良，我没看出来。对啊，你当然看不出来，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人家对你有意思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说好了，一起去看那昆仑之巅、沧海绝境、天涯尽头的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这次回来，是为了了却旧事吧？不，主要是来看你的。满嘴胡话。彼此彼此。走了。
期待我们再相逢的那一天。他怎么每次都是这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雷无杰，去仙山的路上保护好他。怎么只有雷无杰啊？还有我呢？这天启4守护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什么天启4守护啊？那都是别人强加给你们的身份，不用管。哎，那个什么青龙守护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那个？我只不过是为了说出来有气势，吓唬吓唬人罢了。我帮你，是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哟，什么朋友？那自然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了。萧瑟，这一点你就无需再坚持了。你想回到从前的那个你，那你就接受朋友们的帮助吧。萧大皇子，你的事情交代清楚了吗？哦。那你就跟我回去治疗吧。一个快要死的人了，话还这么多。赵玉珍身死，李寒衣走火入魔，随后雷家堡发生大战，雷门雷千虎被暗河所杀，唐门的唐老太爷被萧楚河所杀，雷云鹤回归，雷门双子重现。消息就是这些了。老六的武功恢复了，信上没有说。就算他的武功恢复了，他也杀不了唐老太爷。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引发整个唐门仇恨的事情来。此事还有诸多蹊跷，细查。是。原本只是想让唐老太爷在参加英雄会的时候，让唐泽大展身手，压一压雷家堡的风头，却没想到暗河的加入，竟让事情到了这般无法挽回的地步。这样也好，现在唐门与雷门结下了不解之仇，两家反目对雪月城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那个人呢？暂时还没有消息。陆剑仙前辈快回来了，相信他能有个答案。可我总觉得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一双手。乍一看，死了唐老太爷这位这么厉害的妻子，但是让唐门和雷门结下了不解之仇，削弱了雪月城的力量。这样把宝压在无双城身上的萧崇来说，可是比只赚不赔的买卖啊！确实，一山不如二虎。就让他们斗去吧，斗个鱼死网破，以后这天下就是我的了。不过这一次，我高估了萧崇，做了个懦夫的决定。据说这次萧楚河最后能够活下来，全靠了易安氏。走了一步错棋。我本以为叶鼎之的孩子，应当是和我一样有野心的人。那么接下来呢？他快回天启城了吧？在他回来之前，我们得做好准备。千洛，你听我说。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，你们就是忽悠我。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信上说不清楚，必须得有人回雪月城通知30尊。那你去啊，大师兄。千洛。这里就留着雷无杰和唐莲陪着我就行，你去雪月城报信，到时候在东极海师府与我们会合，正好我们几人要在雷家堡休养几日，时间上刚刚好。你不是骗我的？蓝月侯都说了，萧楚河一言九鼎，他都相信你，为什么不信？好，我信你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，我现在就走。你真的要带千洛一起去？骗他的。可你明明说你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。听清楚，我说的是萧楚河一言九鼎，跟我萧瑟有什么关系？你的确是个骗子。我之前问过你那么多次，是不是我要等的人？可你都说不是。我又不知道你是玄武令的继承者。可你明明什么都知道，觉得为难吗？
虽然那日是被迫的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唐老太爷死在我的面前。如今整个唐门将视我为大敌，而你身为唐门大师兄，却扬言要守护我。因为我守心中之道。早就跟你说过，别让自己活得那么累。实话告诉你，唐老太爷并非我杀。什么？以我当时的内力，绝不可能在他们二人的真气压迫下杀了他。我猜测是苏昌河暗中出手，他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只是唐门肯定不会相信的。我信。你信？萧瑟，整天萧瑟萧瑟的大呼小叫干什么呀？哎，那你说我应该叫你什么？啊，叫你永安王萧楚河，还是六皇子殿下？皮痒了是吗？哎，我开玩笑的，什么永安王萧楚河、六皇子殿下都不重要，我就只知道你是萧瑟。你是我雷无节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呢，你第一次来雷家堡，就让我尽尽地主之谊，带你去周边逛逛呗。出息了，行。跳！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无心师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因为师兄说过，寒水寺仍旧是我的家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现在寒水寺的僧人都离开了，就剩了我一个俗家弟子。师弟若是能回来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可惜只能短住几日，不能久留。师兄，我这一次有一事相求。瞳孔溃散，分明神志已失。放心，我能救他。明侯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，跟随师兄学习伏魔神通，以拳正气，降外魔，伏心魔。师父虽然说过这句话，但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没事，明侯就留在这里。我要去找个人。江湖传言，他当年也是害死我阿爹的人。难道师弟心中还有仇恨？当年百里东军与我阿爹对决时胜了半招，我阿爹重伤突围而出，最后在江南被人击杀。江湖传言，那场劫杀的领头人正是李寒一。我只是好奇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你要去雪月城寻找李寒一？不，当日在雷家堡，李寒一已经现身。他被暗河大家长所害，如今已经走火入魔，所以我要去寻找他。连雪月剑仙李寒一也能被暗河所害，这江湖是真要变天了吗？是整个北离都要变天了。侯爷披星戴月赶回天启，却不入宫跑来我这里，可是遇到了什么棘手之事？我听有人说，三蛇岛之外有座仙山，名为蓬莱岛，岛上有位仙人，能乘风而起，御风而行，和天地共存，与日月同老。不知国师是否知道这位仙人？百里东君也与我提起过他在那里的经历，但我劝他莫要再回那座仙岛。为何？此乃奇书无上录，书上称，把有3成，仙分5等，
这五等仙分别是天仙、神仙、地仙、人仙、鬼仙。哎呀，国师，我知道你道法高深，可我是个外行，这些东西我也看不懂啊。别急，方才说的五等仙中，就有侯爷你说的那种。世间不少奇功异法，只要潜心修道，就能得道长生。那蓬莱岛上的那位仙人，可能便是这世上真正存在的一位地仙。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仙人？师尊，皇帝陛下已在偏殿等候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位皇兄啊，就是有点心急。参见陛下。免了，谢陛下。小十四，回天启之后，为什么不到平清宫见顾，反倒来国师的钦天监呢？臣弟有些困惑，想得到国师的解答，才敢来见皇兄。那国师可解答了你的困惑呀？哎呀，这国师高深莫测，好像是答了，又好像没答。小十四，你只需要告诉姑，你是不是见到了楚河？见到了。为什么不把人带回来？臣弟也想把他带回来，只是楚河身边有几个人拦着。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雷梦沙将军的儿子，还有一个人姓唐，叫唐莲。是唐莲月的唯一弟子，后拜入雪月城，也是百里东军的弟子。雷家堡、唐门、雪月城，还要掺和萧氏皇族的家事吗？皇兄，也不仅仅是他们，楚河现在也不想回来。他还在怪姑吗？不，其实他是愿意回来的。楚河的一身功夫和经脉，似乎在昔日离开天启的时候被人所毁。此次在雷家堡和暗河的杀手一战，又加重了伤势。幸亏得到药王传人相救，才暂无大碍。但是要完全治愈，还得去趟海外仙岛。据说岛上有个仙人，能够治愈他的经脉。虽然路途凶险，但是楚河还是想亲自去求访。本以为他是在斗气，却没想到他竟会有这样的遭遇啊！难怪你跑到国师这儿来。仙人知道吗？回禀陛下，蓬莱岛海外仙人之事，臣只是耳闻。敢问国师，可治得好楚河的病？能保一命。好，既然国师有此一诺，那姑就放心了啊。小十四，从天启赶去东极，能否拦得住他们？皇兄，可是臣弟已经答应楚河了。哼，你倒是都敢擅作决定啊！臣弟不敢。陛下，景威公公倒是可以办此趟差事，他正在去东极办事的路上。这不就是在海边吗？我怎么就找不到海呢？公子，海在东边，我们在西边，自然见不到。啊，
谢谢啊。东平，我怎么走到哪儿都不认得路？时候不早了，公子去海边做什么？哦，我去买点吃的。海边的集市午后就关了，你买不到吃的。啊？那在哪儿能买到吃的呀？就那种新鲜的、便宜点的。去鱼市吧，那里开得晚。鱼市啊？我这叠贝壳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也能换几个铜板。啊，那你能带我去鱼市吗？好啊，走吧。哎，走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你叫什么？啊，我叫雷无节。姑娘叫什么？我叫珍珠。珍珠姑娘，你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？对啊。那你出过海吗？我们城里的人谁没出过海啊？那我想去三蛇岛，你知道三蛇岛这儿的渔船能去吗？三蛇岛，普通渔民家的船当然去不了。你去那儿干嘛？捕蛇吗？我是想去看看，毕竟那是传说中的海之尽头嘛。港口最近是来了一艘大船，你看，那艘大船上有一面特别威风的大旗，是一只木火而飞的凤凰。他们说啊，那叫雪松长船。我记得爹爹说过，雪松长船是北离最大最快的船了。这世上应该只有雪松长船能驶到那么远的海里。要不，哎，你明天去看看。原来如此。大师兄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也饿。这臭小子实在太不牢靠了，这都2个时辰了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去哪儿玩了。该不会遇到什么不测？不会的，我猜这臭小子肯定迷路了。大师兄，小子，来吃螃蟹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你个臭小子，让你出去买东西吃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哎，那可说来话长啊！我去了他们这儿鼎鼎大名的海鲜鱼市，那有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呢。哟，有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，那你就带回来一点螃蟹。那因为这便宜啊，这么大一盘，童叟无欺，只要10个铜板。雷师弟考虑的也没有错，我们出海还需要借船，也不知道得花多少银子，不要生气了。笑话，我乃雪落山庄庄主，曾经在千金台赢下过一座城池，我会坐不起船，买一艘给你都行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萧庄主威武，萧庄主霸气。那萧庄主这个螃蟹就是不吃了是吧？放下。嘿，那就吃吧，吃。在哪弄的破贝壳啊？啊，这贝壳啊，我是在他们当地一个渔民姑娘那儿买的。我买她的贝壳，她帮我打听船的事情。你打听到出海的船了？当然打听到了，但是啊，他们这儿的船根本不可能出那么远，那官家也不让开。不过有一艘叫雪松长船，它可以开到很深很深的海里。雪松长船？那船上还有一面很威武的旗帜，上面好像是一个木火而飞的凤凰。那个旗上的图案是凤凰羽飞，乃是青州穆家的族徽。青州穆家？青州只不过是一个范畴，正确的叫法应该是青州9城。这9城均乃商城，占据北离8成的商业，亦是北离最大的经济中心，也代表了天启的财富。这么说，青州9城就是你们家的藏宝库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9城之中，穆家被称为青州首富。哎，这客栈名叫观潮，却离海这么远。客栈又这么矮，别说观潮了，就连潮声都听不到，真是名不副实。你那说的，你那雪落山庄4面漏风，屋顶破洞，外面飘大雪，里面飘小雪，那倒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很了。比起大半年前的雷师弟，这不仅剑法精进了不少，嘴上的功夫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哎，那毕竟近墨者黑嘛。我有点想我这雪落山庄了。那倒是，
也不知道倒闭了没。开个玩笑呢。哎，对了，我听珍珠姑娘说呀，这个时候的鱼市是全天最热闹的时候了。咱们快走吧，我带路。啊。雷公子，雷公子，这儿，这里，这里。珍珠。哎呀，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萧瑟，唐莲。你说的那艘船，我帮你打听过了，是青州来的大商船，要入深海寻药。此次出行要招募整整60人，行程4个月。4个月啊，这么久？所以一开始吧，大家都不愿意去。不过穆家说了，一个人给20两金子，这可相当于我们普通渔户10几年的收入。而且先给金子后上船，大家都去应招了。现在有多少人被招去？据说一上午只招募到了2、3个人。2、3个人，是什么样的招募？是看浮水打鱼的本事吗？他们就在前面，要不我带你们看看去。啊，走走走走，走走。就是这儿了。雷公子，我先去打鱼赚银子了。哎。哇，这什么蛇？看起来好凶啊！是金线蛇。此蛇剧毒无比，它的毒液提取出来，便能解天下蛇毒，所以在北黎十分珍贵。一杯毒液便能卖上近100两银子。哇！我知道这船要开去哪儿了，是三蛇岛，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金线蛇。这是捕蛇人，又叫蛇手，他们的衣服上撒有药粉，能够驱蛇。哎，你看，好了。考核未通过，涨铜钱30，离场。就是。还有人想试一试吗？我来。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他们打鱼还行，这打蛇根本就不在行。这穆家真是鸡贼，自己有钱没胆，就花钱买别人的命。有钱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穆家。那穆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此物不可驯化，留不得。慢着！鄙人姓梁，是幕府的管家，方才人群骚乱，惊扰了金线蛇，才差点误伤了几位少侠。请各位看在金线蛇培养不易的份上，刀下留情。话你都说完了，我能不留吗？等等，刚才我这2位同伴的功夫，各位都看到了。请问我们是否通过了考核？这个，看来还是不够。雷无节，少侠这剑，一看就是把好剑，想必身手一定是非常了得。如若各位能够加入，对穆家此行将会大有助益。少主找您，真是缘分。我们当家的也想见见各位少侠。幸会，在下穆春风，不知3位少侠如何称呼？萧无心。雷震宇。唐13少。诸位就是想骗在下，在编名字上，能不能花点心思呀？萧瑟，人家都已经看出来了，要不咱们就别编了，不然显得怪不坦荡的。在下雷无节，行走江湖堂堂正正，用假名确实不对。在下萧瑟，糊涂了，我这本来就是个假，又何须再编译？在下唐漠河。江湖上谁不知道我的名字？都是好名字，请坐。
诸位少侠看着都不像本地人，不知为何来这海边小城啊？我们3个是同一个师门，我是他们的师兄。啊，此次也是奉师父之命，带2位师弟出来游历，去看看那穷山之巅、沧海尽头。伏天沧海尽，入云穷山巅。想要看到这沧海尽头，也只有我们穆家的雪松长船能够做到。不过，我需要3条蛇的蛇胆，诸位身手都不错，不知能否助在下一臂之力？你要找什么蛇？金线、银衣、铁琉璃，都是剧毒的蛇胆，你要它做什么？不瞒诸位，在下有一朋友得了一种怪病，久寻名医无法得治。我偶然在一古籍上寻得一法子，上面需要这3条蛇的蛇胆作为药引。是什么病？殿后桃花漫天下，堂下何须了姻缘？锦帐风云难相会，枉负桃花滴露恩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好什么诗？不懂就别瞎夸。他要做的是壮阳药。萧兄说的直白了点儿，不过确实是这样。那你的那位朋友，不会就是你自己吧？怎么会？这取蛇胆如此凶险，阁下为朋友舍身赴险，很难不让大家怀疑，此人就是你啊！哎呀，实不相瞒，得此病的是我大哥。此行呢，一来是为了给我大哥治病，二来也是为了寻找些药材。哦，那这病难治吗？容易得吗？你还小，不懂。其实我也不懂。啊？感情就只有我懂是吗？你们俩这样弄得我很尴尬。其实我也是博学而已。哎呀！诸位若是愿意帮忙，纵使天涯海角，也一定给诸位送到。是吗？我们要去的地方，真就是天涯海角，比三蛇岛还远的地方。不如这样吧，穆公子。到了三蛇岛之后，我们替你找蛇胆，你为我们留下一艘小舟，原地等我们7日，怎么样？那若是7日之后，诸位还未归来呢？自然是不用再等。你们如此冒险，真就是为了看那沧海绝境？能见世间人不得见之景，不值得吗？确实值得。几日后出航？再等3日，等召集了足够多的捕蛇人之后，咱们就出发。好，3日后见。等一下，方才听我手下所言，这位雷兄内力深厚，连金线蛇都为之而躲。这位唐兄内功更是深不可测，虚空弹指，神乎其技。却是不知道，萧兄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没有本事，但我这2位兄弟愿意听我的，够吗？很好。卖鱼了，刚捞上来的。这个穆兄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这种有钱人家的公子哥我见多了，都自以为风度翩翩、气宇不凡，事实上没什么城府。听我说了2句想去海之绝境的话，就好像是找到了知音，掏心窝子，挺好骗。哎，萧瑟，那你之前也是这么想我呀？之前算我眼拙，看错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装穷，想不到你是真的穷。好了，总之我们找到出行的船便好。接下来我们……大师兄，刘杰，哎，出船的费用我替大家省下来。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吃顿好的？那我们去找珍珠姑娘，10千万鱼去。好，走。
到底要找到什么时候？你走开！你仔细看看我，我是雷轰。雷轰？对，我是雷轰。你看看我，你是不是认出我了？雷轰，若当年不是你们兄弟俩接连上望城山挑战，我就不会错过玉芝。若这次不是我赶去雷家堡见你，玉芝他就不会下山，他也不会死。雷轰，你去死吧你！韩毅，为什么在下每次出场，都是在如此危急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前啊？这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天命？在下命中注定就是那神人离世，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我本不欲成天神，奈何天神欲成我。你是谁？在下无心，魔教少宗主。哎，那是天外天的无心，北离的无心只是寒水寺里一个小光头。我谢谢你来救我，但是我不需要。你还是走吧。前辈误会了，在下是来找人的，救你只是顺便。你干什么？他已经走火入魔了，功力不在你之下。哎，在下的寿延恩师做的就是这降妖除魔的行当。我来念一些清心凝神的咒，看能不能帮血液静心，恢复些神智。哎呀，记不住了啊！不好意思，好久不念了，生疏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走师傅他老人家的老路。雷轰前辈，帮我拖住他，给我创造一个机会。好。9333，一拳震我心，二拳破业障，三拳破恶孽，四拳熄灭，五拳伏妖，六拳降魔，七拳得大光明。韩毅，还好当年跟师兄偷学了这一套伏魔拳法，什么走火入魔，打完收工。你是谁？寒水寺，无心。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正是。你跟你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像。很不像吗？你的父亲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，都很豪迈。很多人说他不像江湖中人，身上有帝王之气。而你则不同，你的身上没有锋芒。听你的语气，你和我阿爹很早就认识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只是江南的一位游侠，传过我几世剑招。再次见到他，就已经是魔教的教主。所以你便杀了他。你既然来问我，就说明你确信不是我。而且我杀他，那叫正邪两争，天经地义。我阿爹最后跟他接触的人是谁？一个女子。她和孤剑仙抢先我们一步到。他和叶鼎之贴面说了一句话，叶鼎之就拔剑自刎了。果然，我把过你的脉，你的功力所剩不到2成。若是被想杀你的人知道就不好了。所以，你还是先回雪夜城疗伤吧。你去哪里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
对不起，没经过你的允许就碰了你的剑，它们有些脏了，我帮你擦了擦。谢谢。好久不见。你没有回过头，不还是等于没见？那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。我也不是肤浅的人。可我是。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这么说来，我也是这样。对不起，当年望城山让你练成绝世之剑以后再相见，可我没有想到这一剑之约，竟浪费了你这么多年的好时光。好时光，在这些好时光里，你本应该遇到很多人，有的人你会喜欢，有的人你会讨厌，还有的人会跟你相伴一生。我这一生遇见你一个，知足了。可我已经嫁给他了。如果当年先遇到你的人是我，结局会不一样吗？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先遇到他。有些事情就是注定好的。对不起，虽然我走火入魔了，可我还记得我说的那些话。那些话不是真心话，那些事也不该怪你。反而，我应该很感激你。可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些事情都是注定好的。再见。韩姨还没有消息，真想亲自去找她呀。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，无论哪件事情都表明有人想要瓦解雪月城。唐门现在立场不明确，雷家堡又遭受重创，想要重回巅峰需要时日，而温家又超脱世外，不与江湖纷争。雪月城三大盟友全都靠不住，两位城主又不知所踪。你若离城而去，雪月城很快会分崩离析。在这棋局之上，我们都是棋子。是啊，可惜下棋的人已经死了，他把雪月城和萧楚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雷家堡的事情会和无双城有关系吗？以宋燕回的性格，应该不会。只是江湖不大，雪月城失势，定是无双城崛起的最佳时机。这么看，还是有关系的。不过无论什么关系，雪月城和无双城终有一战，这个我会全力以赴去准备的。在这个之前，雪月城靠你坐镇。我明白。哎，马上就要出海了，我这还有点激动呢。你小点声，再让别人听见咱们是没出过海的土包子。像你这么说，你去过？没去过。你也没去过。人这一生若是没见过大海，还真算不得完美。穆公子。穆公子居然也出来闲逛，看来这捕蛇的好手
是找到了？差不多了。3位兄弟也尽快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就要出海。啊，行，我现在就回客栈收拾行李。等一下，我和你们一同前去，顺便逛逛这鱼市。行，走走走。哎，要不咱们晚上吃一顿再走吧？没钱，没问题，我有钱。哎，穆兄弟客气了。哎，那我们去问问珍珠姑娘，这段时间她也帮了不少忙，得照顾一单大生意才行。好说。那是谁啊？看起来不像暗河的人。紫衣蟒袍是大内宦官的服饰，他是宫里的人。穆公子猜得不错啊，此人正是当世5大剑之一，掌剑剑锦威公公。5大剑之一，他是你们的朋友啊，跟你们一起出海，那我这艘船可真是蓬荜生辉了呀。可惜啊，他是来抓我的。抓你？小佐。穆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师父乃是天启城掌香剑锦仙公公，只可惜我对练武毫无兴趣，更不想净身入宫。一番争执之后，我逃出天启。这2位朋友也是我在江湖上偶遇的，若是没有他们，我连这儿都到不了。只可惜啊，在这儿又要被截住。素闻天启5大剑权势通天，想不到竟霸道至此，强迫人学武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逼人净身，是简直令人发指。小兄，既然你上了我的船，就是我的人，我庇护你周全。那就多谢穆公子了。公子，随我回天启吧。跟你回去，那公子不就要变成公公了？你是谁？在下穆春风，青州穆家3子。原来是穆家公子。在下无意叨扰你们穆家做生意，只不过你这队伍中有一位客人从家里逃了出去，我得把他带回去才是。还望穆3公子。那若是我们不让你把他带走呢？这件事，我知道，明剑渊眼，因为剑下防洪过多，戾气过重，而未被列入剑谱的明剑，曾是太祖皇帝的佩剑之一。休想！穆公子，停手！洞千山。洞千山，10大名剑之一，洞千山。身穿金缕衣，手握洞千山，穆家还真是阔气。我看简威公公并无杀意，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不如这样，你我单独找个地方聊。多年不见，公公还是这么不苟言笑。我本是来东极海师府处理公务，只不过前几日突然接到传书，上面告诉我，你会从这里出海。若论天启城中，谁最不通情面，大家想到的都会是你。可是公公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身边有一个新剑传人，得了雷轰里寒衣真传，离那逍遥天境只有1线之隔，还有个雪月城大师兄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再加上那边有穆家相助，公公若想带走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殿下不会以为我出来办差，只是孤身一人吧？那阵仗未免太大了吧？我相信上面给你的旨意一定写着暗中行事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不如这样吧，公公，我们各退一步。3日之后，我们在海边决战。我只派我那雷家兄弟和雪月城大师兄，
公公你也只能自己过来。若你能胜过那2人，我就跟你走。3日。公公，你可以不相信老七，因为他做事不按章法。你当然也不能相信我二哥，因为他这个人城府太深，算得太细。但是你可以相信我，我是何人？殿下一诺千金，天启城无人不知。好，锦威便和殿下立这3日之约。那我们就不见不散。对了，萧瑟，你跟锦威公公立了个什么约？3日之后在海边决战。决战？他这都信啊？锦威眼中的我是那个一诺千金的永安王，不可能用这么卑劣的小手段。哎，这可怜的锦威公公。好啊，你个萧瑟，当时也是这么骗我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现在可都不能回航了，否则萧瑟就要被那个太监给抓走了。千洛，不是让你回雪月城通知3师尊了吗？你怎么又偷偷跟过来了？信鸽就能完成的事儿，干嘛非要我亲自跑一趟？而且你们还说好了在这儿等着我的，还好我没有像那个锦威一样上了你的当。萧瑟，你个大骗子！刘杰，哎，把你师姐抓住，让穆家再送一条船来把她给我送回去。好。做梦！还是算了吧。怂包！你们认识啊？这话应该我问你，你们认识？其实不太认识，只是路上偶遇，千洛姑娘说也想出海一趟，就一同随行了。哦，你肯定是看千洛师姐长得漂亮，才带在一起的吧？怎么会？在下只是敬佩姑娘年纪轻轻，却有一览沧海之心愿，甚是钦佩呀。那如果千洛师姐天生生的不美，你还会千里迢迢的带她同行？那应该不会了，毕竟路途遥远，多带一个人，就多一分累赘。那你可知，千洛师姐此行并不是为了看海而来，而是为了一个人。什么人啊？他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让人看笑话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哎，对了，穆兄，你之前里面穿的是什么呀？那锦威公公一剑劈下来，你就跟没事人一样。嗨，那是我穆家的金缕衣。金缕衣？金缕衣，穆家珍宝，刀枪不入，毫无破绽。不管是10岁孩童还是军武壮汉，穿在身上都出奇的合身。这么厉害，我都没有听说过。那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过昂贵，没人负担得起，以至于它的铸造者吴六甲和机关门全都破产了。剑是李肃王住的洞千山，甲是吴六甲造的金缕衣。青州穆家真有钱。嗨，钱财嘛，都是身外之物。这话就只有有钱人来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该好好聊一聊了。你要聊什么？聊一聊你们究竟是谁？我们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？你们一个姓雷，一个姓唐，一个姓司空，甚至还有人姓萧。这些姓可都是北离鼎鼎大名的姓。虽然大哥说我读书读得有点傻，但我不是真傻。你知道多少？我知道，雪月城的3城主叫司空长风，惯使一杆枪，所以我猜你是司空长风的女儿。天下皆知司空长风育有一女，只是从未出过雪月城。说得不错。所以你也不是什么唐漠河，你是雪月城的大师兄唐莲。看来你知道的不少。没想到一下子见到这么多有名的人物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虽然你的名气没有他们2位大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但是其实我对你更感兴趣，因为你的师傅是个绝世美人儿。这你都知道？嗨，那你快说说我是谁？你就是
骆明轩。我才不是那个赌鬼呢！我叫雷无节，雷家堡的雷。我师父是李寒一，位列5大剑仙，雪月城2城主呢。你师父是李寒一？此话当真？放心吧，我们隐瞒了这么久的身份，若不是他真被你气着了，这傻子也不会跟你说实话。哦，那你是？别猜了，我虽然是雪月城弟子，但我不会武功，在江湖上更没有什么名号。我大概知道，你去雪月城是做什么的。这都猜到了。天下皆知，司空长风跟药王辛百草学过医术，乃是天下1等1的神医。你去找他是为了治病，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治好你，因为从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你是一个将死之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自幼学习医术，不会看错的。他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以为此行若是没有结果，我们还可以回天启。原来此行不成，一切便都是结束了。抱歉，我别无选择。所以你们此次出海是要找一个地方，而那个地方有能治好你的人。我劝你把所有猜测都停在这儿。穆某不才，略通医术，或许你们在这儿就已经找到了能治好你的人。简直神乎其技啊！我不如他。他是药王辛百草的弟子，未来的掌门人。原来是药王谷的传人呐，难怪有如此医术。萧兄，在下有一个请求，这次回到北厉之后，可否引荐我拜那位前辈为师？我仰慕药王谷已久，只可惜药王辛百草云游四海，飘忽不定。不过拜在他徒弟门下，春风亦知足了。没问题，只是穆公子，你还能治吗？我若是在医，那可就是画蛇添足了。白日里还夸下海口，汗颜呐。哎，不过萧兄，你为何不带那位神医一同出海？有他在，至少你可以一直把命给续上。海上之行凶险无比，他已经做得够多了，不能让他犯这次险。虽然我与萧兄只是初识，可总觉得相逢恨晚呐。若不是萧兄身体有恙，真想与你把酒言欢一番。青罗，天已经很晚了，穆公子这边还不知道医到什么时候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不要，要是这个让萧瑟知道了，谁也别想赶我走。今晚我就要守在这儿。哎呀，师姐，吴姐，萧瑟他一定会活下去的吧？是，他一定会活下去的。毕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像他那么小气、那么抠门的人，除了我们，也没有谁愿意收他。哎，萧瑟，你出来了！你个小憨货，你当初连碗面钱都付不起，明明是我收留的你。怎么样，穆公子治好你了吗？是在下自不量力了，早有神医出手，
我这点医术不值一提。反正现在的我死不了。穆公子，在。说好的把酒当歌，提早安排了。好。三城主，二城主回来了。啊？韩一，坐。韩一，你的魔气是谁帮你去除的？无心。他怎么又回来了？他想知道叶鼎之死之前，都见了些什么人。你告诉他了？嗯。我猜他的下一步，应该是要去天启城。我们要不要先告诉蓝月？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来。怎么样了？旧伤未愈，又遭遇新伤，走火入魔，内力剩的不多了。韩一，3年之内，想要重回剑仙之境，恐怕有些困难。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从今日起，不要再回苍山了，就住在雪月城。司空，哎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我是想问小杰和萧楚河他们怎么样了？哦，千洛已经来信了，说他们已经启程去海外仙山为萧楚河寻仙治病去了。算算时间，差不多该到了。诸位可知，我们在海上航行了多少时日了？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晃晃荡荡是一日，晃晃荡荡又是一日。我们已经快到三蛇岛了。这么快？跟我估算的差不多。马上就要跟大家暂时分别了。今日请大家喝一次酒，就当是践行了。我们这次离开，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哎，海上分别从来不说不吉利的话。穆公子，你在岸上帮我们挡过一次长剑剑。是啊，那家伙居然要抓你回去做太监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是骗你的。萧瑟，无妨。我们这一路欠了穆公子太多。若是他以后因为出手相助我而陷入险境的话，我会过意不去。那这么说，你的身份极其特殊喽？你叫萧瑟，你是皇族之人？不错，我乃萧氏皇族，本名萧楚河。萧楚河，永安王。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为何不能如此激动？现在想把我们扔下船来不及了。你就是那个为琅琊帮庇护而甘愿获罪，丢掉皇子身份流落江湖也不肯回头的永安王。好，太好了！